也能灿烂，要难忘别嫌麻烦。我全副武装，迎接下一个挑战。生活很忙，没空遗憾，偶尔不友善，也可以伪装善良。做好人并不简单，哦，反倒需要商量。也许我有答案，别客气，说来听听，不用伤脑筋，一定能搞定。没关系，有些事情难在算是总定理，有我在，问题不大，总会有办法让我陪你到底，解决所有难题。我没关系，要相信，努力能改变结局。为了你，风雨再大都值得去闯。我会陪你到底，一起看着天晴，我和你。连我鸡哥都敢骗，让人家知道我连真酒假酒都分不出来，以后我怎么在江湖上混？我就陪你玩。现在不要玩。哼，你这张老脸，油漆刷的再厚也不值钱了。你要的是老八花、胡金花，还是？这样也许会比较有看头。住手！谁要是敢动我干妈，我就……我要打10个！臭小子，你怎么过来了？想你哦。你跟你妈一起过来的？我妈上个月得了急性肺炎，走了。你为什么不通知我？哦呦，事情发生了那么突然，我伤心都来不及，哪有时间通知你啊？那我不是……臭三八，你死到临头还这么多话讲啊？是不是要我把你的舌头割下来，你才甘愿？哎呀！干嘛？走，站出来！还以为你有多厉害，原来也是一个废物。做 hero， 哼，英雄啊！我今天把你打成狗熊！哇！干什么？什么事啊，妈咪？哎 ，Mary 姐，救命啊 ，Mary 姐！救命！救什么命啊？哦，我说的救命是我31，要叫你搓一脚打麻将。打麻将？好啊，我星期天有空。星期天不是你跟你儿子的家庭日吗？你儿子知道我把你拉出来，他会不会不高兴啊？你认识我儿子阿基呀？哦，认识。哎呀，鸡哥吗？他偶尔来 KTV 啊，会跟我聊起，我才知道你是他妈。他答应我要金盆洗手了，他是不是又做什么坏事啦？是呀。什么？他现在人在哪里？不过他现在已经是好人了。我只是跟朋友来喝喝酒、聊聊天，不会找女人，也不会再闹事了。不过如果他在做坏事的话，我一定打电话通知你哦。好了好了，那我们就星期天见啦。星期天见哦，拜拜 ，Mary 姐。拜拜拜拜拜拜。算你狠，拿我妈来压我。走吧。啊，这样就走了？我还没发挥呢。本来以为来新加坡可以以武会友的，没想到全是胆小鬼。干嘛？啊！我痛亲姐来干嘛？哎呀，忍一忍呐，你不痛不会好的，没有本事啊，就不要学人家强出头。你懂什么啊？我家舍己为人，奋不顾身啊！哎呦，等到你来救人呢，那早就死掉几百次了。你干嘛？你还是老样子哦，老谋深算，老当益壮，老
老什么啊？哎呦，干妈，我在称赞你。我说你返老还童，有头脑、有智慧、有谋略。那个什么鸡哥鸭姐的，完全不是你的对手啊。这还像人话？那是。这鸡哥啊，平时啊凶神恶煞的，好像自己很厉害。一听到他老娘的声音啊，吓得好像一只小老鼠一样。老奸巨猾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所以你跟他老娘做朋友，如果那个鸡哥要对你动手的话呢，他老娘就是你的挡箭牌。还挺聪明的。那当然啦，干妈，以前跟你行走江湖那么久，怎么样也得到你70%的真传嘛。嘿嘿嘿，我们是史上最强、颜值最高、超级无敌打遍天下无敌手的母子党。什么时候回去啊？不回去。为什么不回去？妈都没了，亲戚也没有一个，回去干嘛？所以干妈，你现在是我唯一的亲人了。我们以后要相亲相爱，相依为命，相濡以沫，你的意思是说你不打算回去，要继续常住在这里？啊？干嘛？我听说你要重出江湖，我特地从上海飞来新加坡帮你啊。等我们存够了钱，我们要开我们自己的夜总会，我们要开创属于我们自己的夜总会王国。在做白日梦啦你！你以为在这里混饭吃容易吗？我要不是被人家拖累啊，帮人还债，我现在还需要出来继续下海吗？干嘛？下海好呀，海里宝物多啊。当年你跟我妈一定捞了不少金银财宝吧？要是那么好捞，就不用上岸了，就怕有一天会溺死在海里啊！怕什么？我会游泳，我救你。你去吧。哎呀，干嘛？你看，这哪是人待的地方嘛？那简直就是狗窝。你看这堆衣服啊，一定很多天没有洗了。一股烟酒味。等一下我帮你拿去洗啊。还有这个杂志，你这样放桌上，哪有地方放东西呀？我帮你收起来啊。不用啦，我这儿不需要女佣，走吧。妈，女儿这么孤苦伶仃，从上海飞来新加坡投奔干妈，无家可归，她居然还赶我走。好，我走。你就自己一个人在这里孤独终老，你被那个鸡哥砍死，都没有人帮你收尸啊！臭小子，干嘛揍我？干妈，让我留下来嘛！我保证你只赚不亏的。我已经算过了，新加坡请女佣每个月都要花上千块钱，我是免费的 free 的。来，啰里啰嗦，住下来以后耳根不能清净。嘿嘿，我可以帮你亲亲你的耳朵，收留我吗？你死了！安妮，前几天不是才买一个包包给你，又出新款的啦。啊，要1600。哎，好，改天再买给你啊。先亲一个。拜拜。你干嘛跟踪我？你可以去找狐狸精，我就不能够去抓狐狸精啊！什么狐狸精啊？你不要乱讲哦！一把年纪了还不知羞耻，对着电话我看了都要吐啊！三姑六婆找你打麻将啦，为什么不接？我打麻将只是消遣而已吗？消遣，输了去当店当东西，这叫消遣呐！哦，好过你呀，把钱都花在女人的身上，有这么多钱去花天酒地，会哪一点给我花？给你拿去赌，还不是一样输光光？不去赌，让我整天留在家里，对着那个儿媳妇，我会减寿10年呢。
在家里连小个便都要被骂，再不出去玩了，我迟早会憋死。唉，家门不幸，娶到一个儿媳妇，还要看她的脸色过日子。他更加不把我这个家翁放在眼里了。到底她是家婆，还是我是家婆？我明明就是一家之主，啊，怎么好像在寄人篱下？唉，我们有家不想回啊，这全都因为他。对呀，罪魁祸首就是他。那我们为什么还要自相残杀，让他得利呢？应该要站在同一阵线才对。我们是长辈，绝不能让他骑在我们头上。对，不能够再让他为所欲为、无法无天了。走，我们回家。做什么？开战啊！这一战只准成功，不许失败。对，一定要把他给打倒，我们以后才会有好日子过。嗯。哇，干嘛啊，妈的？你开party啊？还有衣服一大堆，干嘛没有折？你整天在做什么？你不会折啊？你是媳妇嘞，应该是你做的。去拿扫把来扫地啦！哎，你不要站在这里挡着我看电视，走开啦！哎，扫了地哦，赶快去煮饭，我肚子饿了哈。哎妈的，午餐是你煮的嘞，我煮什么？我今天不舒服，不想煮，不可以啊。不舒服这么多话，神骗鬼呀！叫你煮就煮，那么多话干嘛？我有抽水哈，不信的话你去看看。妈的，跟你说过几百次了，叫你aim好好，为什么你不听？地上全部都是尿，很脏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脏了不就抹喽？哎呀，何必大惊小怪呢？再说娶你进来，难道只是摆好看的？ Good morning, everybody. Good morning。冒人死人头了，我摆好看，这个死瓜才摆好看。睡饱吃，吃饱睡，一点用处都没有。家里它才是花瓶啊！哎，花瓶可以插花，可以把家里点缀的漂亮，哪里没有用处啊？好，蛮的。对咯，我的女儿长得这么漂亮，随便嫁给一个富二代、富三代，我们就可以享清福了哈。除非全世界的女人都死掉了，还是那些富二代、富三代全部都瞎了，还是脑瘫呢？这样就可能啊！那，你看哈，让你们见识一下这个史上最毒的毒蛇功。拍，跟你拿去丢掉你就知道。这么厉害，嫁进豪门呐！你嫁进豪门，到时候你就有钱给爸的花天酒地，给妈的去还债。很多明星名模都是这样的。不过我看你这个死样子，应该是没有机会，所以你1个、2个、3个，全部都要住在这里，白吃白住，点用处都没有。他给我做的对。哎，我是没有贡献，你怎么可以说发的妈的白吃白住哎？而且这间房子原本就是发的啊。Sorry 哈，这个房子已经转给我老公了。这个房子是我老公在供，灯饰店也是我老公在打理，所以你们全部都要靠我老公吃饭。所以你们不要给我捣蛋了，要不然我就……要不然怎么样？要把我们给赶出去啊？你就不怕天打雷劈吗？所以你们就不要逼我走到那一步了。其实啊，你们也不会想的嘞，有这样的媳妇哪里不好？嫁进你们家，帮你们生了2个孙子，我持家有道，省吃俭用，还拿我的私房钱倒贴你们。哇，你倒贴什么？哪里没有庆祝什么 Father's Day、Mother's Day？你们的生日这些不用钱咩？啊？哎，那都是我儿子的钱呢，又没花到你的钱。你都不懂，他不够钱的时候都跟我拿，我还不是给他。像我这样好的媳妇，你们哪里找？不会想了，你们。哎，既然你有那么多私房钱，那我的手镯还给我。还有我的金条。你有什么了不起？还给你们呐，因为我稀罕的。那传家之宝金条才不稀罕呢。你把它当掉了。哎，这手镯可是我们齐家传了几代的传家宝嘞，你竟然拿去当掉，你太过分了。又怎么样？你那时候也是吗？嘿，传家宝是要一代传一代的，你把它当掉，那就对不起我们的祖宗了。你很 drama 嘞，拿去赎回来不是可以的喽？喂，拿钱来，我去赎。钱都是我的了，为什么我要给你？你真的很money face哎！你到底懂不懂状况的？外面的东西很贵嘞，你以为我做这个当家的很容易呀？要不是我在这里省一点，那里存一点，我们怎么活？我对你们那么好，你们1个2个还跟我 complain 啊？我再说多一次啊，如果你们要开开心心住在这里的话，就乖乖的听我的话 ，understand？ 书慧，
真的是吸血嘞！来，这么嚣张啊！我就把 video PO 上网，让大家看看你这个儿媳妇的嘴脸。哎，怎么啦，法德？还不是你那个好老婆，连我们齐家的传家宝都要拿去当，害我又要花一大笔钱去把她赎回来，真是家门不幸啊！才会娶到这样的媳妇。法德，当票给我，我去赎回来吧。要赎就赶快拿去赎了，免得你妈的又要跟我没完没了了。知道了。我真不明白你当初是怎么选的，竟然把一个恐怖分子娶回家来。法德，你说话不要这样夸张啦，什么恐怖分子啊？一点都不夸张。每次他来店里啊，我都要躲开他，免得他把炸弹丢向我，把我炸成肉酱。林叔，你就不要添油加醋了。其实淑慧她本性不坏的。如果你要替你老婆说好话，就免了吧。啊，今天他又跟我们开战了。说什么？他是当家的，如果我们要住下来啊，就完全得听他的。不好意思，打扰了。哎，周小姐，怎么会是你啊？你叫我可恩就行了。我刚好在附近开会，路过这里就买了一些东西给大家吃。过来吃吧。太客气了。女人就应该是这样，娶老婆就该娶这样。什么？哦，不好意思，给你介绍一下，他是我爸爸。安哥你好。你好，你好。像你这样的气质美女，我还是第一次看到。如果我再年轻20岁的话，我一定会使尽洪荒之力来追你。你别笑啊，我年轻的时候比我儿子还帅呢。周围啊有很多女孩子在围着我团团转呢，他们都说啊我是新加坡的周润发呢。新加坡的曾志伟还差不多哦。你想吃曾志伟炒鱿鱼是吗？很饱，改天吧。安哥，其实我觉得你现在看起来还是一样的风度翩翩，跟你儿子站在一起啊，就好像两兄弟一样。这句话最中听了。我请你喝咖啡，我去买。不用了，安哥，不用那么。你们慢慢聊，我很快就回来。谢谢你，安哥。别怪他，他就是这样的。不会啊，我觉得他挺幽默风趣的。啊，对了，我今天来是有一些事情想要跟你商量的。坐下来说吧。我们公司最近承包了滨海公园庄艺花车的 project， 我想邀请你跟我一起合作，负责花车灯饰的设计。我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了，如果做不好，搞砸你的 project 那就不好了。你先别急着拒绝我，你看看我们的设计构思，你再来决定吧。怎么样？有没有兴趣？我知道这对你来说可能是一个全新的挑战，可是它绝对能够让你发挥你的才能。而且我可以向你保证，等从我出来了之后，那种成就感肯定是你从来没有感受过的。如果你不敢向前跨进一步，就只能永远的原地踏步。机会已经在你面前了，敢不敢接受这次的挑战，就看你自己了。这些花车设计都是我们公司近年来得奖的作品。我们今年的规模会做得比往年更大，所以务必要花更多的心思，做得比往年更好。哎 ，Charles。Sorry， 有事情耽搁了。哎，你们谈得怎样了？很好，来让我介绍一下，他是齐宏哲先生，这位是我的合伙人 Charles。Charles 是我们公司最大的股东，公司大大小小的决策都得听他的。齐先生啊，谢谢你上一次帮可恩呢解决难题啊，他呀不随便夸人的，可是对你的评价呢却很高，所以呢一再向我推荐，一定要找你合作。其实我也不知道我行不行。来，有什么疑问可以提出来 ，come， 坐吧。我想多了解一下我们合作的细节。整个 project 呢是由我们承包的，你只需要负责灯饰那部分就可以了。那买材料的钱？哦，我们公司会先付你1万块的定金，至于尾数，必须要整个 project 完成之后才能付清。1万块，要买材料请工人，好像不太够。你不用太担心，其实我们估计整个 project 至少能够赚25%以上的，这是非常值得的。
做什么？好的，手作书回来了。啊，拿给你妈的了。你自己拿给他吧。为什么要我拿？给你个机会跟他和好啊，这样你就不用睡书房了。我睡书房更好，一觉可以睡到天亮，又不用听你妈的在我耳边唠唠叨叨的，烦都烦死了。你自己拿给他吧。哎呀，你不是真的想一辈子睡书房吧？好了好了，你们别管我的事了。哎，你去睡吧。怎么？还有事吗？今天那个周小姐不是到我们店里来吗？你说的那个气质美女啊，她走得那么快啊，我买咖啡回来你们都不见了。她邀我去她公司谈一些合作的事项。合作什么？他们的公司承包了滨海花园的专业花车，想要我负责花车的灯饰。有钱赚吗？如果顺利的话，大概有1万块。有钱赚那还不快点？可是我要先出一笔钱购买材料，还有聘请员工。要多少？他们那边会先给1万块的定金，我还差3万块。好，我开支票给你。谢谢Father。Thank you。哎，Father，少了一个0哎。不瞒你说啊，我的银行户口就只剩下1万多块了，给了你3000就所剩无几了。你不是还有一笔10多万的存款吗？都怪我了，以为飞来艳福，谁知道中了人家的仙人跳，被人勒索，只好破财消灾了。你千万不要跟老妈子说啊，要不然我会死无全尸的。好的，你收回去吧。你放心，我不会跟马德说的。晚安。淑慧啊，明晚不要煮饭了，我们出外用餐吧。出外用餐，妈妈中马票。我都不买马票的，中什么马票？那做梦，你嫌钱太多是吗？你要吃什么？我煮给你。我们2个很久没有一起出外用餐了。你是说你要请我吃饭，就我们2个人啊？对啊，赏不赏脸 ？OK 了。这样说定了。起来！哎呀，都不是我生日，干嘛请我吃饭？不吃就算了，当我没说过了。哎，跟我说清楚，不要睡。无缘无故请我吃饭，一定有目的。说。我想跟你借钱。就知道。借多少？3万。3万？你要那么多钱来干嘛？我跟人家合作一个项目，但是我要先出一笔钱来买材料，还有请工人。我没有钱。哎，如果成功的话，以后我有更多出路啊。那如果失败怎么办？那我全副身家不是要石沉大海？你为什么要这样想？我不一定会失败的吗？为什么不会？之前你说过要扩展生意，投下一大笔钱，最好不是全部亏掉。这次不一样。什么不一样？没有那么大的头，就不要戴那么大的帽。自己有多少能耐，自己应该很清楚，不要不自量力，可以吗？我只是想做我自己喜欢的事，这样有错吗？当然有错了，你就是错在执迷不悟，一直想一些不实际的东西。最好乖乖顾好你的店，每个月给我这样用，这样就够了，其他的不要去想，懂吗？为什么你睡觉啦？我考虑过了，我觉得我自己能力不足，不适合接下这份工作。我看你找别人跟你合作吧。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原因，你突然间想要退出啊？也没什么特别的原因啦，可能就是觉得压力有点大吧。我怕做不好会出错。再说现在店里有点忙，恐怕不能够一心二用。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再考虑，毕竟机会不是常常有的。你这样放弃真的太可惜了。谢谢你，真的很抱歉，辜负你一番好意，对不起啊。没关系，
我也不勉强你了。希望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再合作。好，拜拜。哦，我的 video 还 post 不到10分钟，就这么多个 likes 啊！哇，比我的 blog 还多哎！真的假的？你道歉什么？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丑人丑事了，想要看更多精彩的、劲爆的，那就敬请期待。安迪，你有没有东西不见啊？钱包，我的钱包呢？我里面有200块，我要交水电费的啊！安迪，你不用担心，我去帮你追回来。不要跑！站住！安哥，帮我追前面那辆车。哎，你给我站住！你这死扒手，快把钱包交出来！你谁啊？你说什么？谁是扒手啊？是我亲眼看到你把那个安迪钱包给扒走的，你再不交出来，我就报警啊！神经病！我已经把你照片拍下来了，他逃不掉的。我警告你不要拍啊！你这长得人模人样的，又手有脚，干嘛不去工作啊？做这种偷鸡摸狗的事。莫名其妙，本身还懒得理你啊！哎，你不能走！哎，你不能走！小姐，对不起，你不能进去。为什么要可以进，我不能进啊？因为我们这边不招待单身的女兵。哎，你看那里，不进就不进嘛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女公关。胡经理你好，我是陈建，我来面试的。你迟到10分钟啊！我知道，对不起啊，我刚在门口啊被一个疯婆子纠缠，所以才迟到。直接说你有什么工作经验啊？好。收到了，小姐，我们这边真的不招待单身的女客。我是来应征女公关的。喂，小姐。哎，你就快点让我进去吧，我怕被熟人认出来啊。进去吧。当时啊，那个黑帮老大拿着枪指着我的头说：“你要帮他出头是吗？啊！”啪，一瓶酒放在我面前，你把他给干了，我就放过他，这种多烈啊！啊，普通人一杯就倒下，可是我呢，我怎么做的？啪，拿起酒瓶，咕噜咕噜咕噜，10几秒就把他给干了。喝完酒还不算，他们非逼我动手啊！还好我学过一些咏春，我一个啪飞脚，他的枪就掉了。之后我左一拳右一拳，他的2个手下全部撂倒了。好了，可以了，我们这里不缺保镖。你可以走了。嘿，胡经理，你就看你们夜总会有什么空缺，你就让我做吧。洗厕所的安迪昨天辞职了，你接替他的工作吧。我这种人才，你叫我洗厕所，不大材小用吗？
那你想当什么？怎么样也给我一个经理做做吧。经理这里只有一个，就是我。你想坐我的位吗？哈哈，好笑吧？其实我也蛮幽默的。胡经理啊，其实保镖呢，你多请一个也无妨，安全嘛，对不对？别人来闹事也不怕。好了好了，你回去等消息吧。哎呀，胡经理啊，大家都出来混过，你这句话呢，就是10之8九没有消息。我刚刚那个故事还没讲完，来，你听我说嘛。那黑帮老大后面怎么样？你知道吗？他又带了sorry。喂，你干嘛啦？哎呀，怎么办？喂，你谁啊？哦，是你，终于被我逮到你了！快把钱包拿出来！你随便看，你干嘛躲在我前面？你给我滚出来啦！你这个疯婆子真的是阴魂不散啊！你到底想干嘛？我跟你说几次，钱包我没有拿。你再不把钱包交出来，我是不会放过你的。我看你是真的疯了，你一定是进来偷东西，对不对？走，见经理。哎，你放手啊！你要不要喊菲利啊？菲利！啊，幸好没被看到。喂，怎么没被看到？钱都被你看光光了。我不管了，你要补偿。不是刚刚给你100块吗？100块哪里够？胡经理，哎，胡经理，你看，我帮你抓到一个手偷。你放开我！你这个捉贼还敢抓贼？快拿出来！在哪里？哎，不要乱，那么给钱的，你搞什么鬼啊？胡经理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个疯婆子贼头贼脑，想进来偷东西呀。你才是小偷吧？你连安迪的钱包也敢偷？经理，快打电话报警抓他！喂，屁可以乱放，话不可以乱说啊！谁偷了安迪的钱包啊？证据拿出来。胡经理啊，文玲，干嘛？你认识这个疯婆子啊？她是我女婿的妹妹啊！你们2个怎么会跑来这里的？我是来面试的，你女婿的妹妹啊，来偷东西呀！偷东西？他才偷东西耶！他连安迪的钱包也敢爬，证据在我手里。经理，你看，看背影倒是挺像的，是很像啊，但是绝对不是他，你误会他了。你是他的干妈，你当然帮他说话啦。有你这样的干妈，就有这样的干儿子，难怪大嫂不让你接近子聪跟子涵。喂，你够了你说我什么都可以，不要说我干妈啊！手机拿来。眼黑我！你是不是想黑昧证据啊？我要证明视频里面的那个男人不是我。那看，里面男人手上有刺青的，有没有？什么都没有，说明这个男人不是我。我都说你冤枉他了。怎么样？冤枉了好人是不是应该道歉啊 ？Sorry 啦。哇，那么没教养，你父母怎么教育你的？哎呀，够了，别闹了，都出去吧，弄得我头好痛。胡经理，等一下，我什么时候可以上班？什么时候说录取你？我刚才的事情就足以证明我的能力，像我这种人才不可以流失的。不要闹了，你到时候回去，我一定会努力的，经理。好了，算了，是我怕了你了。秀珠姐，交给你了。谢胡经理。胡经理，你的酒啊，我帮你送来。那个疯婆子是你女婿的妹妹，那你女儿是我干姐姐，干姐姐的老公是我干姐夫，干姐夫的妹妹，我跟她有什么关系啊？没关系啊，怎么对人家有兴趣啊？我对那个疯婆子啊，你疯了你！我对她有兴趣，我自己也疯了。那你干嘛问那么多呀？我只是越想越气。怎么说你也是她长辈吧，说话应该客气一点，那么没礼貌，说一句 sorry 就是这样走掉，不合规矩啊。Sorry 还不够啊？你是不是要人家跪下来给你敬茶？那倒也不必，我气量没那么小。我警告你啊，如果你想在这工作，就别给我惹事添麻烦，不然就马上回家。干嘛？你懂了，我最乖啦。懂，回去吧，我还得工作呢。去。那我先回家，喝醉前打给我，我来接你啊。啊，拜拜。哟，真的是你啊，亲家公！今天是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？亲家母，原来你是在这里当妈妈桑的。对呀，
刚刚走了一个女儿，现在又来了一个爸爸，今天真的是好日子哦。婉玲走了没有啊？早就走了，干嘛？差点给他看到，吓死我了。妈咪啊，刚才啊有人躲女儿躲到我裙底下了。原来你喜欢玩这种抓迷藏的，干嘛要说出来？好，好，好，不说不说，我过别台去啦。你们亲家公亲家婆慢慢聊哈。去，客人等你很久了。哎，亲家母啊，我来夜总会的事，你千万别说出去啊。明白，放心，我不会说出去的。坐。男人嘛，风流是本性，好色正常啦。也不是这么说，我都一把年纪了，也不是为了要出来风花雪月了。到底是为了什么？哎，家里空气不好，让我喘不过气来，所以要出来透透气了。被老婆气啊？还不是为了你那宝贝女儿，我那好媳妇。我女儿怎么了？哎，说白了，就是悍妇一个，没有半点女人的温柔，更没有当媳妇应有的孝道。总之啊，我们一家都得看她的脸色过日子了。哎，如果再这样下去啊，总有一天啊，会逼得我儿子也学我一样要出来透透气。你自己爱花天酒地，就别把责任全推到我女儿身上了。我说的都是实话，她在家就是女王，每个人都得听她的。而且啊，她真的很过分哦，规定我每次上大号只能用4格的卫生纸。她还说啊，我每次小便没有对准马桶，所以要惩罚我。真的有这样的事啊？还有啊，她规定每个人呢只能吃半碗饭多一点。你不相信的话，可以去打听一下。方圆500里，谁不知道她是出了名的毒舌泼辣啊，霸道自私。只有她占你的便宜，绝对不会让你得到她半点好处。哎，我也不知道当初她给洪哲灌了什么迷汤，洪哲才会娶她。有人吗？辉煌灯饰送灯的，有没有人啊？救命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里面有人吗？救我！哎，发生什么事啊？我被赶走了！救命啊！你别急，我帮你把门敲开。先生，麻烦你快点，可以吗？小姐，你别急，你坐下来做深呼吸好不好？别急啊，给我2分钟。还有校长，很辛苦。马上就好。小姐，小姐，你怎么样了？小姐，周小姐，是你啊？怎么样？药在包里。药。这个是吗？喝点水吧。感觉怎么样？谢谢。我去帮你把门修好。装修工人都出去吃饭了，幸好我遇到你，要不然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没事就好了。你真的是我的救星哎！每次我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你总会出现在我身边。碰巧罢了吧？谢谢你啊，你真的很厉害，除了会设计灯饰，还会修理门锁。简单的家居修理，每个男人都会一点的。总之遇到你，我真的很幸运。哎，亲家母，亲家公，我们又见面啦！亲家母，哎，亲家母，你们最近有见过面没？
哦，人家说的是去年的事了。去年过年我不是来跟你们拜过年吗？哎呦，亲家母啊，你都一把年纪了，还敢穿 hot band 穿到这么短啊？穿 hot band 也要有条件啊！你看人家亲家母的腿那么漂亮，不露一露太可惜了。哪像你啊，那双筷子还是藏起来好了。哎呦，亲家公，我怎么可以跟你老婆比？她这么端庄又贤淑，哪像我？哎呀，为了生活啊，现在还得出来当妈咪呀。你就好了，每天可以在家里享清福，都不知道有多羡慕你啊！外婆，哎，外婆买了礼物给你们呢，来，这个是你的，还有这个是你的。外婆，拆开来看，看看喜不喜欢？哎呦，你做什么？都没有开，怎么知道不喜欢？外婆，妈咪知道礼物是你买的，一定会丢掉的。上次你买给子聪的游戏机被他摔坏了。不止这样啊，他还打子聪，罚他站在屋外，又不给他饭吃，我看到都心痛死了。你真的要好好说说你的女儿，怎么可以这样对我的孙子？整天在背后说我坏话。我不在的时候，你们不要让陌生人进来，可以吗？什么陌生人？她是你妈。罚单你静静。子东、子涵，上楼。我不要。你再吵我打你啊！来，boy，乖，先跟妈咪上去哈。哎，你不要这样对孩子嘛。张钱买的东西我不要拿回去呀！怎么可以这样对待孩子？你要发脾气冲着我来行了。你是很高级啊，你没有资格在这里说话。哎，是我请亲家母来做的，不可以吗？老太婆，倒茶。哎，不用，亲家母，你坐，不要走，不要走。你们做什么？联合起来欺负我是吗？没有人欺负你，一家人嘛，和和气气不是好吗？谁跟你是一家人？我看到你就讨厌，你不走是吗？我走。拿给他们，我改天再来。我们好好谈谈好吗？我跟你没有什么好谈的。你为什么一定要用这样的态度对我？我都不是你的仇人，我是你妈妈。什么妈妈？我从7岁开始就没有妈妈了。OK， 我们不谈我们的问题。我今天来，是因为我听到很多有关你的事情。你吃饱没事做，打听我的事干嘛？你回去 KTV 唱歌跳舞了。你为什么就不能好好听我把话说完？你都已经结婚生子，也已经是2个孩子的妈妈了，为什么不能改一改自己的脾气？一定要搞到家里吵吵闹闹，这样你会开心吗？我看到你我才不开心啊！电视剧都有演家和万事兴。如果家公家婆不喜欢你，孩子又怕你，你的老公的心也会迟早慢慢远离你的。到时候每个人都排斥你，你要怎么办？如果做人做到那么失败，你是不是应该要好好检讨一下？你做人才失败，起码我不像你跑去当有钱人的情妇。当年丢下我不管，现在有什么资格来教训我？知道，我现在是没有资格说你什么，但是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，当年的决定我是有苦衷的。怎么苦衷？我还不是爱慕虚荣，想过好日子。怎么过好日子啊？当年是你爸爸欠了一屁股债，一死了之。如果我不跟那个男人，那些债务怎么办？还有那些大佬每天都上门来追债，你跟你阿妈都会有危险。不要再说了，是那个男人不要你再跑回来的。我妈说的对，你是狐狸精，天生的狐狸精。爸爸意思，你就急不急待跟别人拿？是不是？就是因为你阿妈，你阿妈已经把你给洗脑了，你才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。你这种个性，你再不改的话，你以后一定会后悔的。我后悔也不关你的事。为什么不关我的事？你是我女儿，我都是为你好。你为我好的话，就离我远一点，不要在我面前出现。我再跟你说一次，这辈子我是不可能会原谅你的。在我心里，我妈妈已经死掉了。影子长的寂寞，想哭的时候，是否有牵走？提醒眼泪别太激动。天亮以后，我该往哪儿走？在某个尽头，看
笑也有伤痛，到最后谁陪在我左右？转身后谁依然等着我？经历过才懂，执着放手，我们还是随时间沉默。到最后，你都在我左右。若从头